我是孤儿，自小没有父母的疼爱。婚后婆婆认为我没人脉没关系，没人撑腰好欺负，每天使唤我给她当司机当保姆。婆婆大儿子结婚问我们借房子，结果婚后却鸠占鹊巢。我带着自己公司体系完善的律师团队把他们告上法庭后，他们傻眼了。勇子啊，你说说，你哥马上就要结婚，你准嫂子还怀着孕，现在还没个房子，他们咋结婚啊？婆婆一大早就来到我家，急急躁躁要借我们房子一用。妈，咱当时说好了，你和爸就准备了这一套楼房，我和大哥谁先结婚，谁拿这套房子。老公一听婆婆这话，瞬间也有点上火。怎么大哥结婚还要住我的房子呢？婆婆急得要掉眼泪，委屈巴巴地用袖子抹抹眼角。你大哥30多了，好不容易才有女朋友，这眼看要结婚了，就是借来当婚房用一下，结完婚就还给你们。眼看一向强势的婆婆突然低声下气地求我们，我和老公对视一眼，好，那我们先回老家住几天。我握住婆婆的手，示意她别急。婆婆一听我俩松口了，立刻换上一副笑脸，把我手甩开。那既然都同意的话，你们今天就收拾一下，明天他们就要来了。这么急？老公皱眉。我看着被婆婆甩开的手，现在大嫂怀着王家的孩子进门，婆婆对我连装都懒得装了。我是孤儿。婆婆一直认为我没人脉没关系，没人撑腰好欺负，甚至上学时的学费还是靠人资助。她经常在我上班的使唤我给她当免费司机，假期来我家让我给她当保姆。但自小没感受过家庭的温度，这些我都忍下了，毕竟她也没有很过分的举动。可她不知道，在我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被亲生爷爷寻回去了。原来我爸妈是亿万富豪，我3岁意外走丢，父母在寻找我的过程中车祸身亡，只留下年迈的爷爷。可惜爷爷也在找到我不久之后撒手人寰，因此我也继承了家里的公司和房产。因为知道婆家人的尿性，我并未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甚至连老公也不知道。他们都以为我还是那个无依无靠，每月拿着点微薄工资的孤儿，很好欺负。婆婆站起来，手里已经开始收拾我们的东西，嘴里还嘟囔着，就是说呀，要不我怎么还来求你们？我脸色一僵，好像掉坑去了。没想到我和老公几个小时的功夫就被婆婆从家里拽出来了。我们的私人物品全都被拿出来了，大大小小有10几个包。婆婆甚至还十分贴心给我们找了搬家公司，然后就自己打车回家了，留下我和老公在风中凌乱。婆婆是下午来的，等到了老家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了。我们卸下行李准备回老家，却被司机师傅叫住。哎，还没给钱呢。下单的人没给你钱吗？我惊讶开口。没有没有，正常都是310趟，但是这次干到凌晨了，要加钱。司机师傅打着哈欠，语气已经有几分不耐烦了。我看了眼已经关灯了老家，无奈把钱付给他。和老公把行李搬进屋的时候，动静大了点，不小心吵醒婆婆。婆婆睡眼朦胧从卧室走出来，皱眉：大晚上的你俩能不能小声点？明天我还要去帮你们大哥进新房，真耽误人睡觉。妈，是你非要让我们今天搬的，这么着急，我们一直到现在才搬完。我语气里带点怒气，很是不满。婆婆不爽地看着我，房子是你们同意了借给你们大哥的，明天就要住进去了，你们今天当然要赶紧搬出来，搬到这么晚还不是因为你们手脚不利索。磨磨唧唧的说完就朝卧室走去。老公刚又搬来最后一个大箱子进来，见我一脸委屈，放下箱子安慰我：老婆别气了，
等大哥结完婚，咱们就搬回去。我点点头。第二天一大早又被婆婆拽起来，你也不看看几点了，赶紧起床，跟我去房子打扫打扫。这么脏，怎么住新人？婆婆额头紧皱，眉头拧成一片。我睡眼朦胧，强撑着睁开眼，折腾到凌晨4点多才睡下。现在才7点，无奈开口：“妈，我才睡了不到3个小时，别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你嫂子中午就要去房子了，咱们快去打扫一下，她还怀着我们王家的大孙子呢。”婆婆拉着我胳膊想给我拽起来，她力气很大，拽着我胳膊特别疼。我吃痛，无奈起床。婆婆家在乡下，距离城里有1个小时的车程。老公为了防止迟到，6点左右就走了。我蓬头垢面跟着婆婆去城里的房子。婆婆让我打扫厨房，打扫卫生间。婆婆一个人在客厅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声。眼看着我最近刚在家里添置的几个名牌摆件被婆婆当成垃圾似的往垃圾桶里扔，我忍不住想要开口：“妈，这些东西很贵的，你要是不想留就放在一边，一会我找个箱子带回去。”婆婆撇嘴，拿着其中一个摆件敲了敲：“就这，很贵，一堆破铜烂铁，都扔掉。”劝说无果。我开始期待婆婆知道这些东西价格的样子了。她还让我去买垃圾桶和其他生活用品，要求全都换新的。被婆婆来回使唤着各个房间来回跑，我大汗淋漓时，门口传来一阵熙攘：“妈，我们来了！”门口传来女人甜美色的声音：“是大嫂。”大嫂见我蓬头垢面、大汗淋漓的样子，佯装惊讶：“辛苦弟妹了，还帮我们打扫房子。”大哥王伟把行李拿上来，见我在打扫卫生，不冷不热地喊了声弟妹。婆婆见大嫂和大哥来了，立刻换上笑脸迎上去，扒拉开我，小心翼翼护着大嫂：“哎呦，我们王家的大宝贝，你可得小心一点，有什么事使唤你弟妹就好了，快坐在沙发上去休息，一会妈亲手给你下厨做饭。”这和蔼可亲的模样，让人看来真是位好婆婆。大哥一脸臭屁：“妈做的虾仁蛋羹可好吃了，这次一定要让丽丽尝尝。我早就听说妈做的虾仁蛋羹一绝，今天一定要尝尝。不过妈做啥我都爱吃。”大嫂小嘴很甜，把婆婆哄得很高兴。她转头看见婆婆刚刚准备扔掉的摆设，脸色一变：“这个应该是某某新出的摆件吧？怎么扔了呢？”婆婆微愣，开口：“这是你弟妹买的，你要是喜欢咱就留下。”闻言，大嫂上下打量我，试探道：“弟妹从哪买的？蛮仿真的吗？”呵呵，我朋友淘的便宜卖我了。我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嗨，她就一个穷孤儿，一个月才挣3、4千块钱，哪有钱买这些东西？大哥窝在沙发上嘟囔着，毫不在意在大嫂面前贬低我。大嫂一听这话，看我的眼神也带了几分轻蔑。大嫂肚子咕咕叫几声，闹了个脸红。早晨起来的早，也没吃个饭，现在有点饿了。婆婆一听，赶忙招呼大嫂坐下，她去做饭。客厅就留下大嫂和大哥2个人，留下来也是自讨没趣。我借口扔垃圾就溜下楼了，顺道还回公司处理了一下事情。等我回来的时候，婆婆足足做了6道菜，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家人其乐融融。婆婆见我回来，端给我1碗白粥，多喝点粥，养胃。说完，看都不看我一眼，转头去给大哥大嫂添菜。我从昨天婆婆让我们借房子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帮忙，最后连顿正经饭都吃不上，窝了一肚子火，伸勺子想去挖虾仁蛋羹，不料大嫂不满地啧了一声，婆婆立刻伸筷子打掉我的勺子：“
你吃你的饭，你大嫂怀着孕呢，你和她抢吃的算怎么个事？”大哥见我被凶，一脸神气地挖了一勺虾仁蛋羹塞进嘴里，嘴里还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瞧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我累死累活给他们干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忍一时的不畅快喝白粥，甚至饭后我说我先走了，都没人理我。很快，大嫂和大哥完婚，我和老公商量着尽快把房子要回来，可别再生事端。结果每次提这事，婆婆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一会说你哥和嫂子刚住进去几天，接着就搬太不方便；一会又说嫂子的胎还没坐稳，怕搬家累着她。老公实在憋不住了，那房子是我的，我想要回来还就这么难吗？一听老公急了，婆婆也不装了，勇子，我就给你说实话吧，那房子我不准备给你了，还是给你哥吧。老公黑人问号脸。我就知道婆婆是打的这个算盘，房产证上是我俩的名字，你怎么给大哥？我眯眼看着婆婆无理取闹，我是王勇的妈，她当然要听我的。婆婆吼叫，王勇无语，妈，你当我是傻逼呀？你把我逼急了，我能直接把哥和嫂子赶出去，你信不信？勇子，你不是跟你哥最亲了吗？是不是受到这个女人的指使？婆婆脸色涨红，手指哆哆嗦嗦指着我，转脸朝向我：“你个穷酸货，我就知道你是看上我们家的房产，自己是孤儿没亲人，还想拐跑我儿子。”说完，挥手要给我一巴掌。老公还没反应过来，我擒住婆婆的手臂，冷笑：“你骂了好几年了，骂够了吗？”王勇又不傻，这房子是他的，他不争谁帮他争？婆婆开始哭天喊地说不孝子娶了个不孝女，一把鼻涕一把泪，惹得王勇又开始惭愧，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我直接没理，转身就走，驱车回公司。最近公司招聘一大批新人，忙死了，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帮跟婆婆扯歪理？我一到公司，人事部的部门主管就迎上来，毕恭毕敬：“苏总，今天通过筛选的人员简历名单已经放在您办公室桌子上去了，请您过目。”我点点头，大踏步向电梯走去。走进办公室，桌子上落着厚厚一摞简历名单。我暂时把家里的烦心事抛之脑后，专心事业。就在我筛选着这次的应聘人员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证件照。看着眼前这个人的信息，我笑了。我刚下手中的简历，拨通电话：“林部，你查一个人。”等我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已经上夜色了。我喊上了公司体系完善的律师团队。回家，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大嫂想起身开门，被婆婆拦住：“你好好坐着，别乱动弹。”我去开门，婆婆踢踏着拖鞋边走边问：“这个点了是谁呀？”结果一开门，整齐划一的黑色西装让婆婆一惊：“您好，我们是苏玉小姐雇佣的律师团队。苏玉小姐说有人非法侵占她的房屋，她找我们上门调解。”婆婆头一回见这么严肃的场面，被吓得脸色惨白，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大哥和大嫂听见动静都出来了，看见这个场面也是一愣：“谁侵占苏玉的房子了？这是我爸妈买的房子。”大哥怒气冲冲，对着外面的律师吼叫，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苏玉小姐和王勇先生的名字。律师面无表情陈述事实。我拨开律师团队，从他们身后走出来，冷眼看着三个人震惊的表情。侵占民宅，想被我告上法庭吗？婆婆见到我咬牙切齿：“你拿着那点破工资，还有闲工夫找这么多律师上门吓唬我们？”我呸！小心我要说你不孝，让你在这个小区活不下去。动静闹得不小，对门的邻居还伸出头来瞅几眼，
眼看这么多齐刷刷的黑衣人，不想惹事，又把头缩回去。呵，我随便你去说，难道你想让你大儿子和儿媳被我告上去，在里面待几天吗？我威胁婆婆，眼看她眼神慌张，继续引导。不想被告上去的话，就赶紧把房子还给我们。弟妹，这一定是有误会的。大嫂见局势对他们不利，又面带笑容出来装老好人了。我们的本意本来就是要搬的，是最近我刚怀孕，她还不稳定，怕出意外才耽搁了。你放心，我们很快就搬。你先把这些人弄走，看着怪唬人的。什么时候搬？要不就明天吧。我步步紧逼，大嫂嘴角一抽，明天太急了点吧。明天不搬，我就走法律程序了。我威胁，好，明天一定。大嫂陪笑，大哥显然不服气，还想开口理论，却被大嫂拽住衣袖，辛苦你们了，明天去财务领奖金吧。我嘱咐道。律师团毕恭毕敬点头离开。老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律师团遣散了。看着气喘吁吁的老公，我告诉他，事情解决了，明天他们把房子还给咱。老公目瞪口呆，你一个人怎么对付他们3个的？我找之前的直系学姐借他公司的律师团用了一下，现在还不是说明身份的时候。我平静回答，我说要把他们告上法庭，他们一下子就怂了。老公喜笑颜开，紧紧抱住我，不愧是我老婆。自从我把婆家人赶出去之后，他们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家看见婆婆一脸讨好，穿着围裙出现在客厅时，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冒出。玉回来了，快来吃饭。老公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招呼我坐下，笑嘻嘻地说，咱妈专门来做了一桌子好菜，说房子的事是她的不对，来给咱道歉了。眼看王勇给自己说好话，婆婆趁热打铁往我碗里夹菜。玉呀，是我欠考虑了，这房子当初说好了给你们的，我不该再想给你大哥他们，这是妈的错。妈，给你说声对不起。眼看碗里的菜堆成小山，这应该是我嫁进来这几年婆婆第一次给我夹菜吧。要不是看见碗里有茄子，我差点就以为婆婆对我是有亲情的了。见我盯着碗里的菜不说话，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王勇看见了茄子，慌忙夹走茄子。妈，玉茄子过敏。哎呦，我给忘了。婆婆马屁拍在驴屁股上，十分尴尬，但很快又恢复笑脸。妈想着，你们工作忙，天天就吃外卖啥的，对身体不好。要不然妈来你们这里照顾你们几个月。大嫂不是怀孕了吗？妈放心把大嫂放家里吗？婆婆最关心她的孙子了，怎么还想来照顾我这个进门好几年没生出孩子的人？老公倒是很乐意婆婆来家里多住，虽然之前闹得不愉快，但毕竟是亲妈。你大嫂说找了个大公司工作，准备去上班呢，说叫什么苏氏集团。我让她安心养胎，她死活不听啊！我在家里跟她大吵一架，她爱怎么弄就怎么弄。玉呀，你不知道她多难伺候，每天要燕窝吃，我哪有那么多钱去给她买呀？我才不要回家在她跟前受气，还是玉你好啊。大嫂进了我们公司上班，我略有耳闻，听说架子不小，刚上班没几天就把人得罪遍了。可偏偏貌似有人护着她，婆婆一顿输出，像是和大嫂吵得很凶。眼看婆婆把行李全带来了，老公又有这种意向，没有合适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把婆婆赶出去。婆婆一反常态，早晚伺候我们吃饭，每天早晨都给我现磨豆浆，说是早晨喝豆浆对身体好，并且是我独一份，连老公都没有。老公因此还吃醋说，婆婆现在对我跟亲生女儿一样，她好像是个女婿，
婆婆磨的豆浆豆味香醇，可口美味。我每次都忍不住喝完一杯还想喝，但婆婆说适量喝就好，每天只准备一碗。最近总感觉很疲惫，每晚早早倒头就睡，早晨又起不来。婆婆他们说估计是快冬天了，犯懒症了，我也就没放在心上。这天早晨我接到公司的急电话，比往常起得早半个小时。昨晚老公出去应酬，很晚才回来。我蹑手蹑脚起来，生怕吵醒他。婆婆已经起来了，站在厨房准备磨豆浆。我想要去打个招呼，说自己有急事去单位一趟，不料婆婆偷摸在裤兜里掏出小包东西，恶狠狠，还想让我伺候你们。做梦，每天都喝这个下了药的豆浆，还美滋滋的，就是个傻货。等你死了，这个房子就是我孙子的了。说完，把一包不明粉末全都加进去了。我捂住嘴巴，不敢发出声音，后背淌了一身冷汗。婆婆果然没安好心，她下药害我。苏小姐，您现在是不是经常感觉十分疲惫？医生看着检查结果皱眉问道。是的，我以为是因为冬天才这样的。我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我着急问道。您可能是服用了慢性毒药，短时间服用会让人感到疲惫，长时间服用会让你的身体一点点垮掉，直到最后死亡。我失魂落魄从医院走出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婆婆真是好狠的心啊！突然我想起来，当时在家里按了一个监控，怕家里进陌生人按的。现在让我看看我的好婆婆在干嘛。监控里，婆婆正坐在客厅打电话。儿媳妇，我给你说，苏玉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疲惫了，我估计她活不了多久了。等她死了，我找个理由把勇子赶回老家，到时候你和维子搬进来，让我的宝贝孙子住这个大房子。语气越来越激动，眉飞色舞的样子让人难以想到他在说杀人计划。妈真是辛苦你了，还为我们想着。大嫂还在说着客套话，把婆婆哄得一愣一愣的。哎呦，还得是你想的好法子，还找到了这么好用的药，她根本察觉不到。我把药全藏在我卧室的药匣子里，她问起来，我也就说是我吃的药。我原本想着只要他们不再作妖，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没想到他们竟然要置我于死地。这次我要赶尽杀绝。我找到婆婆藏的药，还有10好几包，我全都给换成了糖粉，然后我就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每天喝着比以往要更甜一点的豆浆。婆婆每天笑嘻嘻地盯着我喝豆浆，笑容越来越灿烂。我保存了所有毒药和监控，默默看着她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他们所想，我看起来身体一天一天变得虚弱，终于在这天吃饭的时候倒在她面前。我已经让秘书在医院提前安排好人了。玉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婆婆一进病房就开始人模狗样哀嚎起来，正吃着早餐，怎么就晕倒了呢？只有王勇是真的担忧，一直守在我床边。婆婆看着我惨白的脸色，急迫地问医生我的情况。医生，我儿媳妇怎么了？她怎么突然昏迷不醒啊？医生往我这边瞅一眼，按照事先我嘱咐的说辞，原封不动告诉婆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病因，正在检查当中。说完又跟王勇嘱咐几句，转身离开。婆婆接了个电话出去，回来带着大哥和大嫂。孙秘书还在病房不远处的走廊等着，大嫂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董事长身边的秘书，还笑眯眯地打招呼。听孙秘说董事长在住院，大嫂还表示一定要去看望一下。是孙秘说董事长喜静才肯罢休。到了病房，大哥假心假意拍拍王勇的肩膀以示安慰，大嫂还硬是挤了几滴眼泪，
弟妹怎么突然病倒了？哎呦，你说说，我上着班呢，刚接到电话就刚过来了。王勇现在完全没有心情回答他们的问题，四个人都很焦躁地等着我的检查结果，一直等到晚上。我醒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异常，估计就是工作过于疲惫。仨人明显有点懵，这不是该死了吗？眼看我神色好起来出了院，他们有些急躁了，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婆婆按耐不住了，在我出院后加大了剂量。这次不到1周我又进了医院，这次刚进医院没多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王勇因为这事哭了晕，醒了继续哭。婆婆佯装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儿媳妇，我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呢？大哥大嫂装模作样掉几颗眼泪，一丝一丝。就在他们以为我必死无疑的时候，我被推回病房。我脸色惨白，睁开眼睛，十分虚弱。王勇趴在我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哭肿了眼睛。老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了？儿媳妇啊，看来我们还是没有缘分呐，才做了几年家人你就要走了。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多么感人至深的画面。我虚弱地看向婆婆，妈，有个事，你可一定要帮我做主啊！你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妈一定帮你。进来吧，孙秘书。孙秘书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和药物鉴定表，并将它们扔在沙发上。大嫂在看见孙秘书的那一刻，脸色就十分难看。接着看见了我收集的证据，脸色越来越难看。王勇抢先拿起来，他不明所以地看着，脸色越看越青，怒吼：妈，你们都对玉玉做了什么？婆婆慌乱：你这个贱人，怎么还装监控？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已经构成蓄意谋杀了？我冷眼旁观，你别血口喷人！大哥手指哆哆嗦嗦指着我，呵，你们想杀了我干嘛？不就是想要这套房子吗？我冷笑。王勇听着婆婆说等我死了要把她赶出去的话，瞬间泪流满面。妈，这么多年，你还是偏心哥哥，不顾我的死活。没有啊，你是我身上带下来的一块肉啊，妈怎么可能不疼你？婆婆撕心裂肺：你嫂子怀孕了，我得先为自己的孙子考虑吧。你和苏玉还没有孩子啊，这话也就骗骗她自己罢了。孙子，妈，你真以为她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孙子？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怔住了。婆婆、王伟、王勇三个人都死死盯着大嫂。大嫂心跳加快，眼神开始变得不自然，调大音量给自己壮胆子：你别胡说，我的孩子就是王家的。孙秘书，把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和婆婆看看，我吩咐。好的，董事长。孙秘书点头，从公文包又拿出来一份文件。董事长3个字一出，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惊住了。我这个孤儿，居然是苏氏的董事长。婆婆颤颤巍巍打开文件，里面有一沓照片和一个录音笔。照片上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缠绵的正是我的大嫂。大哥夺过录音笔打开，大嫂的声音传出来：李总，人家怀孕了，算算日子，应该就是跟你一起旅游那次。我提前去看了，是个男孩。我准备和男朋友说这个孩子是他的，然后赶紧和他结婚，让他那个大冤种养着咱们的孩子。我男朋友他妈可盼有个孙子了，白捡的孙子还能不要？这个李总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老总，大嫂以专科学历进我们这种大公司，全是这个老总的暗箱操作，怕他们一时半会捋不清。我还解释了一下，婆婆一急晕倒在地，大哥胸腔窝着一团火直冲脑门。你真会算计呀，让我给别的男人养孩子，还让这个孩子抢我们家的房子。大嫂腿软跪倒在地，
抱着大哥的腿恳求：老公，老公，我错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马上就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们可以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大哥一巴掌给他呼到一边去。呸！你真恶心呐！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响声，警察，麻烦开下门。大哥瞬间跪下，求我放过他们。弟妹，我们错了，都怪这个恶毒的女人啊！你放过妈和我吧。大嫂自然也不想自己背黑锅，眼看大哥是不会原谅她了，索性要死一起死。是你说除掉苏玉就好了，装什么烂好人？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眼看他们狗咬狗，我面色渐渐好起来，坐在床上看戏，直到孙秘书把警察放进来，才结束这场闹剧。王勇对家里人彻底心灰意冷，坚持和我一起捍卫权利。他们蓄意谋杀我，就该付出代价。王勇对我的决定没有异议，我们都是受害者。最后判决下来了，大嫂和婆婆作为执行者被判10年，大哥作为参谋人被判8年。自从得知我找到家人之后，老公陪我去祭拜了家人，甚至在得知我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之后，王勇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敬畏。我无奈笑：别这样，我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找到了家人而已。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第一次感受家人的温度，就留下了不美好的回忆。老公紧紧抱着我，可是我现在真的很幸福。我拿出一张纸递给老公：我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老公的眼神中充满着兴奋。我笑：是的，我们要当父母喽，要一起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哦。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结婚第3年，我发现我老公在外面有个家，我想离婚，告他重婚，他却让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和我结婚的人是谁。我发现，当初他拿着他弟的身份证和我领了证，他一边追求真爱，一边和他弟一起盘算着怎么吃我的绝户。一筹莫展时，小叔子被酒驾司机撞死了，该到我吃绝户了。笑死！你怎么好意思怪我骗婚？要怪就要怪你，当初领证的时候没看清楚。离婚可以，但是你得分给我第1套房。吴家明挽着小三，抿着嘴得意地笑。很难想象，一对兄弟为了骗婚的同时搞小三，能干出改名代替领证的事情。况且，吴家明实打实和我同床共枕3年。我说，当初吴家明和我领完证的时候，怎么一改往日嬉戏，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把结婚证收起来，说我们的爱情结晶，得小心翼翼守护，怕我粗心大意，就不给我保管了。我当时连续加班1周，太疲惫了，只想好好休息，便没在意这些。不成想，吴家明是怕我发现端倪，费尽心思防着我呢。我还没来得及反驳，吴家明的小三抢先一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朵，以后是家明明媒正娶的人。哦，对了，我和家明3年前就在一起了。陈朵说完，当着我的面和吴家明深情一吻。吴家明补充道：你家大业大，肯定不差1套房子。你现在离婚，只需要分给我第1套房子，再拖1天，别怪我们狮子大开口。弟妹，别说我这个准嫂子管得宽，你比家耀大3岁，你和他结婚，占便宜的是你。我所有的房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吴家明和吴家耀哪里来的脸要房子？他们想分也分不走。可在我的印象中，吴家耀是个无业游民，整天游手好闲，没什么收入。和他离婚，吃亏的人肯定是我。如果亏点小钱把婚离了，我也能接受。但目前看来，吴家耀和吴家明这对吸血鬼不在我身上吸宝，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到这些，
我就不由自主地发抖。但在这种场合，我不能有软弱的表现。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嗤笑道：“两个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离婚是我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吴家明哼了一声，得意道：“一套房不舍得，那等着给我弟分更多钱吧。你要是能想到离婚不给我弟分钱的办法，那我和我弟甘拜下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强装镇定。目前情况对我来说并不乐观，想要全身而退很难，但这不代表我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吴家明和吴家耀不就是想拖到我妥协吗？那我也可以拖，到时候就看谁的时间充足了。陈朵说她和吴家明3年前就在一起了，那么吴家明和吴家耀为了骗婚，谋划了整整3年。这期间，吴家明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边心安理得享受我对他的好，一边和陈朵搞地下恋。这世上怎会有如此恶心的人？吴家明和吴家耀这对畜生这么对我，我怎么会让他们的算计得逞？我手指门，平静地看着吴家明和陈朵。这是我家，你们是主动滚，还是等着被警察带走？领完证后，我和吴家明一直住在我婚前买的房子。他今天能把陈朵光明正大地带回来，肯定对套我房子这件事胸有成竹。吴家明和陈朵肆无忌惮地把这套房子里里外外扫视一遍。完事后，吴家明抱住陈朵，露出一副邀功的表情：“亲爱的，你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陈朵娇羞道：“小是小了点，但胜在是学区房，等我们孩子出生会很方便，就要这套吧。”吴家明对我大喊道：“听没听见？我老婆要这套，脸真够大的。”吴家明和陈朵丝毫不掩饰对我婚前财产的惦记，看来是对套我房子的这件事非常有信心。他们越是这样，我越不会让他们如愿。我催促：“离婚是我和吴家耀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快滚！要是我报了警，你们的孩子不等出生就失去了一部分工作，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吴家明和陈朵被我用报警威胁，脸上都写满了不服气，但他们不占理，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走到门口，陈朵突然回头，阴阳怪气道：“我劝你别打转移财产的算盘，不然家耀这辈子都不会和你离婚。你要一辈子和家耀在一起了。你名牌大学毕业，大城市独生女，家耀高中辍学，父母早亡，靠哥哥拉扯大，你们可真是般配呢。”听到陈朵这番话，吴家明停下脚步，警告：“你知道，我父母走得早，我和家耀从小打到相依为命，是对方唯一的亲人。他很爱我，他高中学习成绩很好，辍学是为了供我读书，他很听我的话，你别想糊弄他。小畜生当然会听大畜生的话，我懒得搭理这对颠公颠婆。二话不说，抄起拖把把他们插了出去。虽然把吴家明和陈朵撵走了，但我还在紧绷中。吴家明和陈朵根本算不上什么麻烦，大麻烦是吴家耀。当务之急是联系律师，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半夜，我被剧烈的拍门声吵醒，透过猫眼发现是吴家耀。我和他隔着一扇门，但能清楚地闻到他身上的那股酒气。陶薇，我知道你在里面，快给我开门！我可是你的好老公啊！今天可是我们同房大喜的日子，快给我开门！等我进去后，我要摸摸你白嫩的小手。之前替我哥搬东西，间接摸过一次你的手，那触感可美死我了。敲门声震耳欲聋，我直接报警。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的敲门声变小。警察同志，这是我老婆的房子，我只是想回家找老婆，我有什么错？你们要抓也得抓我老婆，我扰民都怪他，他要是给我开门，
我就不会扰民。正好你们来了，一定要给我做主。警察隔着门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大喊：这是我婚前买的房子，我有权利不让他进。吴家耀急了，他破口大骂：什么你的我的？你没听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你跟我结婚，一切都是我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门我必须进，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不管用。如果没有结婚证，那我可以把他送进拘留所，但有了结婚证，我只能选择调解家庭矛盾。再三和警察确认安全后，我打开了房门。吴家耀瞧见我，立刻来了精神，朝我张扬五爪：贱女人，你凭什么不给我报？信不信我打死你？一副生怕打不死我的样子。警察看吴家耀油盐不进，反手拿出了手铐。就在这时，吴家明走了上来：警察同志，我弟因为酒喝多了。俗话说得好，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吴家耀看吴家明在场，一下子就清醒过来，顺势给我跪在地上，一个劲给我认错：老婆，你就看在我喝醉的份上，原谅我吧。我被这话气笑，他不过是想借着耍酒疯的名义干一些违法的事情。在警察的调解下，吴家明要带着吴家耀回家，我则是在警察的注视下关紧房门。没过多久，门外响起吴家明和吴家耀的声音：你出来，我们好好谈一谈。老这么熬着不是个事，一套房子你不愿意分，我们这边可以降低要求，或者不离婚，你跟我弟过日子。毕竟我弟配你。可是绰绰有余，好不要脸的话，我真想一拳打在吴家明脸上。气愤归气愤，我很快恢复了理智。我想了想，回到卧室翻箱倒柜，找出吴家明的签证，最后趁着他们不注意，把签证丢出去，快速关上门。我故作伤心：家明，虽然我和家耀才是法律上的夫妻，但我只爱你，离不离婚对我来说都太残忍了。吴家明沉默了，他搞不清我现在的算盘。我趁机补充：吴家耀，是不是你在我和家明之间挑拨离间？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法律上的丈夫，我也不会爱你，不会和你在一起。你怎么比得过家明？他是高学历，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你呢，马上奔三的人了，一无所有。吴家耀被我的话气到，他再次砸起门：哎呀，这个女人挑拨离间呢！家耀，你别听她胡说。敲门声停下，我清了清嗓子：惋惜，家明，你和我的美国签证已经下来了，你真的要因为吴家耀耽误你的前途吗？吴家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用亲情绑架家明？你真不要脸，这是很低级的挑拨手段。吴家明能轻而易举地识破，但吴家耀可不一定。我之前看过吴家明发过朋友圈，他说这个社会歧视他学历低，他找工作四处碰壁，有朝一日他肯定会去美国洗盘子挣大钱。吴家耀跑了，吴家明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跟着跑了。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可以暂时睡一个好觉。早上起来，我收到吴家明发来的短信，他代表吴家耀找了一个律师，希望和我好好谈一谈。为了显诚意，他把想分走的财产划下去不少，还把地点定到市中心热闹的咖啡厅。他能退步，说明还有谈的余地。我决定带着律师去看看。见我来，吴家明直接开门见山：陶薇，我们看出来你诚心想离婚，不打算为难你，毕竟夫妻一场。我弟说了，不分你房子了，只需要你支付50万就可以离婚。50万，很划算的，对你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钱。吴家明真是张嘴就来，50万，他干脆去庙里许愿算了。我不同意，
吴家明表示没得谈，局面再次僵住。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您好，是吴家耀的妻子吗？你快来一趟。吴家耀喝得大醉，横穿马路的时候被酒驾的司机撞死了。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在抢救室里。我二话不说，签字放弃治疗吴家耀。吴家耀，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知道吴家明干的事情不道德，愿意舍身为我破局。既然你这么好，我肯定不会亏待你。我大手一挥，给吴家耀安排了最贵的骨灰盒。等吴家明带着陈朵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给吴家耀挑选墓地。吴家明气喘吁吁，问吴家耀在哪里。我挑选墓地，头不抬眼不睁，道：因为福哥想不开酗酒，被酒驾司机撞死了。吴家明瞪大眼睛，张大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倒是陈朵反应快，她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撞的时候就死了，司机家里打算赔多少？医院为什么联系你？她这几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准，但我没义务为她解答。我双手环胸，轻笑：你算什么东西？我要跟你讲这些，别跟我说你是吴家明的女朋友，有资格对我指指点点，名不正言不顺的，传出去叫人笑话。陈朵被我对得说不出话，吴家明强迫我抬起头，与他那阴狠的眼神对视。你快点回答陈朵的问题，你不说是不是心虚？你是不是早跟吴家耀搞在一起了？还是说家耀的死是你造成的？说你是不是跟司机勾结在一起了？还有那司机赔了多少钱？吴家明前面讲的都是废话，只要最后一句是他在意的。昨天吴家耀先离开，而吴家明紧随其后。吴家明能走，也是因为关心吴家耀。可现在吴家耀出事了，那只能说吴家明根本不关心吴家耀。按照吴家明所说，他的大学费用都是靠吴家耀解决的，没有吴家耀，他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如今吴家耀出事，他只关心钱，可真是一个合格的吸血鬼。不过我并不为吴家耀感到惋惜，他能走到今天，能被吴家明这么对待，可都是他的福报。我一把推开吴家明，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家事，你少来指手画脚。吴家明脸色比吞了苍蝇还难看，身子还颤抖起来。他指着我的鼻子：科巴，你怎么能这样？你这种行为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我不过是有样学样，把他用在我身上的法子，原封不动还回去。他就受不了了，刀子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晚了，我大手一挥，得意：不服你就去告我，你要是能告赢，那我会甘拜下风。吴家明攥紧拳头，想不出反驳的话。他思考一番，把话题引到吴家耀身上。他的尸骨呢？这个我总有权利看一看吧。早扬了，不过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你立刻去江里捞，没准还能捞到一个瓶子。虽然吴家耀活着的时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死了可真是造福了我。我本想来做做面子，好好安葬他，可经过吴家明的胡搅蛮缠，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吴家明突然猛拍我面前的桌子，咬牙切齿：你怎么能这么无耻？在我们老家只能土葬，你让我弟尸骨无存，可是大忌讳。按我老家的规矩，你得赔偿我一大笔钱。现在我也不要你额外赔偿什么了，你把家要的赔偿金给我就行，别想耍无赖。我打听过了，撞死家耀的人开的是豪车，吴家耀连人带盒不到5斤。听了吴家明这番话，我差点以为吴家耀烧出来的是金子。我不动声色，指了指殡仪馆工作人员：刚刚那番话是在考验你，你是个好哥哥，那我就安下心来，把家耀的骨灰交给你了。对了，费用我还没结。
我拿包走人，陈朵却把我拦住。吴家要的赔偿金，你只字不提，哪来的大脸，好意思把这个钱独吞？吴家要的赔偿金跟吴家明没关系，跟陈朵更是没有一点关系。他父母走得早，我自然而然成为这笔钱的唯一继承人。我嗤笑，法律只承认我是吴家要赔偿金的受益人，臭不要脸的东西，少来沾边。哦，对了，我很感谢准嫂子和大哥的劝诫，我要是和家耀在前几天离了婚，这笔钱还落不到我手里。改天请你们吃饭。陈朵被我激怒，一把拽住我的包。你说的什么屁话？你才是真的不要脸！跟家耀住过一天，怎么好意思以他妻子的身份霸占赔偿金？家耀为了佳明辛苦半辈子，这笔钱怎么看都归佳明。我认为这是家耀的遗愿，那你去找吴家耀要这笔钱，别跟我逼逼赖赖。我毫不客气，把陈朵推倒，趁着他和吴家明没反应过来，直接扬长而去。赔偿金多少，得打官司，或者看肇事者家属的意愿，才能知道。吴家明和陈朵迫不及待瓜分这笔钱，真是把恶心写在了脸上。我真不知道陈朵是在用什么部位思考，她竟然还有勇气跟在吴家明身边，发生在吴家明身上的事情。我知道一见就会跑，肯定不会留到现在。他骗我的婚，吸吴家耀的血。我整理吴家耀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每个月的工资要分给吴家明一半，也就是说，他服了吴家明10几年。可吴家明是怎么对他的？他出事，吴家明只惦记赔偿金。路上，我收到了吴家明的短信，我早把吴家明拉黑了，而他为了联系我，一口气换了3个号。赔偿金的事情另说，我没同意火化，凭什么要我来支付火葬费用？吸了吴家耀10几年的血，到头来却不愿意支付几千块钱的火化费，可真是搞笑。我不想再搭理吴家明这种畜生，他支付能让人高看一眼，不支付，最后我回来解决。只是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吴家耀能不能看清他的人品。吴家明打听的还挺准，撞吴家耀的人家庭条件不错，家属愿意赔偿我66万，用来签谅解书。我们商量得很愉快。正当我要签谅解书的时候，吴家明带着陈朵跳了出来，他上来就抢走谅解书，毫不犹豫地将其踩在脚下。签谅解书，经过我同意了吗？吴家明知道奈何不了我，便把矛头对准了肇事者家属。我耐心和肇事者家属解释，我是吴家耀的妻子，是法律上唯一承认的受益人。陈朵和吴家明想要得到赔偿金，得拐800个弯。吴家明听到我这些话，不怒反喜，他反手捡起谅解书，把书撕得稀巴烂。今天我吴家明把话放在这里了，我分不到赔偿金，你们谁都别想消停。肇事者我没怎么接触过，不知道他的人品怎么样，但今天为找我签谅解书的2位女性，谈吐举止都非常有涵养。他们好像没见过吴家明这么不要脸的人。等吴家明说完，脸色变得煞白，更是被吴家明气得说不出来话，支支吾吾好半天，说了一句报警处理。吴家明一听报警2字，瞬间来了脾气，他对着比较年长的肇事者家属恶狠狠地推了一下：贱货，谁让你报警了？我真是给你脸了，老不死的，信不信我把你骨灰扬了？另一个肇事者家属把老人护在身后，和吴家明对峙：你能不能有点素质？法律不承认你，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赔偿金？我走上前去：吴家明，你在胡作非为！我只好报警了。吴家明后退一步，大骂道：你们3个贱女人，懂什么呀？少在这里跟我逼逼赖赖！
信不信我打死你们？贱皮子，欠收拾！他说完，朝我们挥动了拳头。年轻的肇事者家属拿出手机，未等他开口，吴家明直接朝他的脸上砸了一拳。随着哎呀一声，吴家明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见女人就是欠收拾，我也是纳闷了，你们3个女人凭什么比我有钱？我看你们的钱8成不是正经来路。我来不及搭理吴家明这个下头男，先把老人搀扶到身后，转头询问被打的年轻的肇事者家属，确认他没什么大事。我拿出手机想报警，年轻的肇事者家属却把我拦住。紧接着，2个身高体壮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站在吴家明的两边。吴家明顿时慌了，他磕巴道：“我和你们不认识。”无冤无仇，这是干什么？大家都是兄弟，能好好谈了吗？年轻的肇事者家属问吴家明。吴家明脑子转得很快，1秒钟就反应过来，他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贱东西，从哪里找到野男人？老子今天就算是被打死，也不会对你妥协！撞死了我弟，就得赔偿给我钱。”这次吴家明骂得很凶，不过也仅限于凶。他刚刚那副喜欢动手打人的样子，瞬间全无，以为他多有能力，原来是个欺软怕硬的人。我和肇事者家属约定换个时间地点，吴家明却摆出一副无赖的模样，躺在地上抱住年轻的肇事者家属小腿。肇事者家属没办法，只好报了警。警察来了，吴家明装病哭嚎，一会头疼，一会屁股疼，一时间谁都拿他没办法。虽然吴家明耍无赖，但并不能掩盖他随意打人的事实。肇事者家属要求吴家明赔偿打人的废物，吴家明瞬间急了：“我打你怎么了？你就是欠打！我看你们家也是没男人了，派2个女人来处理这件事，说不定你男人是被你克死的。”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吴家明如此恶臭？还未来得及骂他，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男人站在吴家明身后，我定睛一看，这男人是吴家明的上司张老板。但吴家明并没有回头，而是坐在椅子上，高傲道：“现在才来，晚了，你还算男人吗？派2个女人来处理这件事，我告诉你，这是对我弟弟的不重视。”张老板好像认出了吴家明，他没有吭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吴家明得不到回应，等得不耐烦，他转过头去：“哑巴吗？”他与张老板对视的那一刻，声音戛然而止。再三确认是张老板后，吴家明腿脚软了起来，一个没站稳，跌坐在地上。张老板皮笑肉不笑：“你跟我请假的时候说处理家事，原来是处理我的家事。下午回公司收拾东西，滚蛋！”吴家明的工作很体面，是他难得能在外吹嘘的东西。他丢了这份工作，那他最后的体面可就没了。吴家明抱住张老板的大腿：“张老板，赔偿金的事情就免了。那场车祸肯定是我弟不长眼睛，主动撞到了你家人的车上，不管你家人，都怪我弟命短。张老板，你千万不能开除我！”吴家明碰瓷碰到老板家人身上，这是他应得的福报。张老板不为所动，吴家明彻底慌了，他抹着眼泪哭诉：“张老板，我是做了错事，但我也是个可怜人。我和我弟从小到大相依为命，失去了弟弟，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打击。我的确失去理智，干了一堆糊涂事，可那是因为我弟是我唯一的亲人。”吴家明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不知道详细事情的警察和张老板都产生了松动。可他忘了，我还在场。我和张老板强调，我才是能决定这件事走向的人。听我说完，
张老板陷入了沉思。吴家明急了，他斥责：“你虽然是家耀法律上承认的妻子，但你没履行过一次妻子的义务，凭什么决定家耀的后事？你能不能要点脸？”我笑了，我能决定吴家耀后事，可都是吴家明一手造成的。吴家明是不是谎话说太多，真把自己当成了小白兔？我淡定反驳：“大伯哥，这是我的家事，你管得太宽了。当初是你撮合的我和家耀的婚事，又在现在说我没资格，想吃绝户的脸面，是不是太丑陋了？”张老板缓过神来，严肃道：“家明，你在我手下干了3-5年，个人业务能力非常优秀。我的公司太小，恐怕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另寻高处，该给你的赔偿，我一分不会少。”张老板完全可以把吴家明留在公司，利用孤立等手段报复，让吴家明主动辞职。可他却选择了以赔偿的方式让吴家明走人，真是个体面人。只可惜吴家明并不领他的情。吴家明意识到真的被开除了，瞬间变了一副嘴脸。他凑到我身边，劝道：“你和我都是家耀的亲人，我们才是一个战线上的人，66万太少了。张老板非常有钱，起码得要200万才能签下这份谅解书。”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出来。我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签下谅解书。酒驾不对，酗酒在大街上乱走的人也不对，恶人自有恶人磨，谁也不要说谁。至于酒驾怎么判刑，就跟我没关系了。吴家明也真是奇葩，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事的是小众行业，头部公司就那几家。他一番操作，把张老板得罪得死死的，以后怕是与这个行业无缘了。签完谅解书就没我的事了，我找个借口走掉了。临走时，我瞧见吴家明对那份谅解书欲眼望穿，他抢走撕掉的勇气怎么没有了？因为张老板是男人嘛。吴家明没了体面的工作，也没拿到赔偿金，如今的他穷途末路，我得离他远一点。在精心挑选下，我搬到了安保系统最好的小区。刚搬到这里的第1天，我收到了法院的传单，陈朵怀孕了。她拿出一份亲子鉴定，证明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吴家耀的。在收到法院传单不久后，陈朵给我发来短信：“我们真要是闹到法院，挺难看的。家耀在地底下也不能安宁，所以我的诉求很简单，让我肚子里的孩子继承家耀遗产的1/4。”陈朵这话说的，好像是为了让她肚子里的孩子继承遗产，在我这里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一样。看似她退让了很多，可实际上1/4是她肚子里的孩子能继承到的最大金额。不过，我并不打算给她肚子里的孩子分1/4的赔偿金。我不信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吴家耀的，真以为我好糊弄。我已读不回，让陈朵那边瞎猜去吧。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朵再次给我发来消息：“臭不要脸的贱女人，给你台阶你不下，就别怪我不讲情面。到时候你1分钱都继承不到，你就老实了，不用想就知道。”这条消息肯定是吴家明发的。陈朵拿出来的亲子鉴定是个不知名的小机构做的，谁能保证是真的？我要求重新进行亲子鉴定。虽然吴家耀死了，但陈朵还能通过吴家明进行亲子鉴定，证明他的孩子和吴家耀是同一父系。同一父系可以证明，但不代表这就是吴家耀的孩子。所以得看吴家明有没有本事进行下一步证明。亲子鉴定这天，我等了好半天，都没见到吴家明和陈朵的身影。等到太阳快落山，亲子鉴定工作人员加了1个班，吴家明和陈朵才姗姗来迟。我笑道：“
还以为你们心虚，不敢来了呢。吴家明恶狠狠瞪了我一眼。陈朵咬唇，虚弱道：“不好意思，今天先去产检了。你们是知道的，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家耀唯一的血脉，还是一个男娃。最重要了。”工作人员示意陈朵和吴家明进去做亲子鉴定，陈朵却愣住了，她是被吴家明拽进去的。过了一会，吴家明和陈朵一起走了出来。陈朵因为肚子不舒服，先一步离开了。吴家明一屁股坐在我身边：“陶薇，你得意的日子到头了。明明只要给陈朵1/4就可以了结这件事，你却非要闹到这个地步。我告诉你，陈朵肚子里的孩子需要一大笔抚养费，等开庭那天，有你哭的。你说说吧，你是不是贱皮子？”我懒得搭理吴家明，他现在跟个疯子一样。第二天早上，吴家明就给我发来了短信，他邀请我一起去亲子鉴定中心。他说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我给钱的悲催样子。到了亲子鉴定中心，我发现只有吴家明来了。一问，陈朵因为身体极其不舒服，又去医院了。看到亲子鉴定的那一刻，我没忍住笑出声。吴家明直勾勾盯着我，嘲讽道：“你还有脸笑？我知道了，你是在用微笑掩饰慌张尴尬。我懂，我都懂，我最了解你们这种小女人的弯弯绕绕了。”吴家明笑着抢走亲子鉴定，下一秒，他的笑容就僵住了，而我脸上的笑容又加深了几分。原来，笑容真的会转移。陈朵肚子里的孩子跟吴家明没有血缘关系。吴家明死死握住亲子鉴定，跌坐在地上，嘴里嘟囔着：“不可能！”我不想看他发癫，拿包走人。他突然抓住我的脚，红眼质问：“你是不是跟陈朵串通好了，等着看我笑话？”我嗤笑：“吴家明算计来算计去，怎么还好意思指责别人？”我想挣脱吴家明的束缚，他却死活不让。他太不要脸了，我只能踹他一脚，换取自由。吴家明趴在地上给陈朵打去电话，不知道是他故意为之，还是不小心的，他的手机开了免提。吴家明，你把你的大脸收一收，少来指责我。你拖了3年都不肯给我名分，我怀上别人的孩子不是很正常？还有，你别忘了，当初你读书时，我也没少出钱。很早，我们就私定终身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村里人都嫌弃你和你弟是没家的野孩子，是我不计较这些，求我爸妈顺带照顾一下你和你弟。你怎么对我的？陈朵和吴家明吵得很凶，如果亏点小钱把婚离了，我也能接受。他吴家明飞黄腾达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村子羞辱瞧不起他的村民。他为了彰显威风，先拿陈朵的父母开刀，狠，太狠了。吴家明疯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不意外。疯了，对现在的吴家明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和吴家明分开后，我才发现他背着我，偷偷贷款买了一套房，还是在房价最高点买的。如今他没了工作，还不上房贷，账户什么的都被冻结了。这对他还算一件小事。陈朵和他分开前，对他展开了最大的报复。最初的那张亲子鉴定报告，是他和陈朵买通小机构伪造的。陈朵提前和机构的人串通好，对吴家明狮子大开口。为了一张虚假的亲子鉴定，吴家明去借了高利贷。他本想靠那张亲子鉴定逆风翻盘，谁知却落了一场空。吴家明房贷都还不起，更别说是利滚利的高利贷了。至于他怎么疯的，谁也不清楚。这些我当个笑话听。吴家明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在他身上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毕竟我有的是生活要享受。去度假前，我给陈朵发了一条短信，
他说到做到了，我也会说到做到。